18岁老家发大水，我成了孤儿，拖着行李箱站在城里堂姐家楼下。这就是你家？我不回去，放肆！我还要读书。你娃子读啥书？嫁给老陈家，8万8彩礼能帮衬全家。她是我妹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我就供她到底。那些年，他为我挡掉了所有催我嫁人换彩礼的亲戚。别怕，有姐在。生意全赔了，还欠了债，我撑不下去了。贷了80万，冰冰，钱没了能赚，妹没了就真没了。我创业成功后，可他却……冰冰，小树考上名校了，我想借点钱，15万，算我借的，等小树工作了，一定还你。姐，你跟我谈借。冰冰，你这是公司25%的股份，这些年一直给你留着。你是创始人之一，这不是借，是分红。这日期，学费从里面扣，扣不完的给你儿子攒着娶媳妇儿。你这傻孩子！姐，这30平米是你这辈子最不后悔的投资，而你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获得。就在下游20公里处找到的，两口子抓得太紧，分都分不开。这一天是我18岁的生日，也是我成为孤儿的第一天。冰啊，别怪三叔心狠，你爸妈走得急，连个买棺材的钱都没留下。当家的，冰冰才18，这事儿是不是太急了？急啥子急？老陈家愿意出8万8的彩礼，这钱刚好拿来办丧事，剩下的还能帮衬咱们一大屋子。冰冰啊，你嫁过来我肯定对你好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还要上学，我要复读考大学。早点嫁人算了，女人终究是要依靠跟男人的。听三叔的，今天就跟老陈走。依靠男人？对，8万8彩礼我都替你看好了，这就定了吧。爸妈，我得走了，我不能被他们卖了。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去城里。那是白灵姐的婚房，30平方米。她和姐夫刚结婚半年，我真的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们吗？冰冰，姐，家里发大水了。走，跟姐上楼。玲玲，谁啊？我妹，以后就住这儿了。住哪儿？你睡沙发，我和冰冰睡床。可这……她是我妹。好吧。冰冰，以后你就住这儿了。姐，没事儿，你刚也听见了，你姐夫没意见。好啦，快去洗个澡，然后再陪好好休息休息。睡吧。姐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菲丽儿，你给我把门打开！你把冰冰藏哪儿去了？你再敲一下试试。菲丽，你别不懂事，冰冰跟着你能有啥出息？老陈家8万8的彩礼我都收了，赶紧让人跟我走。8万8，你为了8万8就把你亲侄女卖了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就是浪费，嫁个好人家才是正路。8万8，你俩在这破烂房子里挣3年也存不下这么多。冰冰要复读考大学，没时间谈婚论嫁，那钱谁收的谁去嫁？大学
你供得起吗？你自己才中专毕业，凭什么耽误他的前程？我供不起，还有苏沫，我们俩一起供。你这死丫头胳膊肘外拐，还不是你亲妹，你算老几？她是我妹，比亲的还亲，所以才敢来找冰冰的麻烦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30平方住3个人，玲玲，我们才结婚半年，我连沙发都伸不开。那你要我赶她走，看着她18岁就嫁人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生活。她是我妹。苏沫，我爸死得早，二叔二婶把我当亲女儿带大，现在他们不在了，冰冰就是我的责任。好，那就一起扛。姐，姐夫，你们的恩情，我白冰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报答。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学习，这些不是你该做的。姐，我一定会考上的。姐夫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中南大学了。我就知道我妹能行。这几年存的钱，我想拿出来当做冰冰的学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等明天我去把游戏机卖了，应该刚好够。可是，没事的。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，钱不够了就找姐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别亏待了自己。你姐说的对，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姐们就送到这儿吧，快回去吧，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快上车吧。姐，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去了，要做家教。好，注意身体。回来啦，多吃点儿，学校食堂没营养。你看你这小脸都瘦脱相了。没事了，姐，最近还胖了几斤呢。姐，你也吃，别光顾着我啊。姐，再等等我，我马上就能赚钱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去大城市闯一闯。你呀，就是个女强人。姐，姐夫，我拿到外贸公司的录用通知了，而且我找好房子了，下周就搬出去。急什么？这里又不是住不下，你刚毕业，外面租房多贵啊！姐，你和姐夫早该有自己的空间了，我也该长大了，不能总躲在你们的翅膀底下。冰冰，自己一个人记得照顾好自己，你一忙起来就会忘记吃饭，记得好好吃饭啊。好。还有啊，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记得来找姐，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扛啊。3000块啊，这是姐1个半月的工资啊！外贸公司的3年，我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。跨境电商刚刚兴起，我嗅到了机会。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要自己做。缺钱吗？不缺。没事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慢慢来。先用着，不急还。那是他和苏沫准备要孩子的启动资金。我不能输，我绝对不能输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。女人就是没经验，这个行业太新了，风险也大，
不值。白总，工资啥时候发呀？我们也快撑不住了。3天，就3天，求你们再等等。白冰，白冰，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！白冰，白冰，别吵了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别躲着，白冰，还钱！姐，我可能撑不下去了。冰冰，你在哪儿？别做傻事，我马上过去。仓库楼底，供应商围堵，资金链全断了。我对不起你们，之前借你的备孕钱我也还不上。白冰，你听着，站在那儿别动，等我。你敢动一步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死都不会。你傻不傻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了就真的没了。你对得起我吗？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好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姐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没事儿，咱回家，回家了再说，好不好？姐，你骂我吧，我把钱亏光了，还欠了债。这是什么？婚房抵押合同，一共贷了80万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姐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家，是你们结婚半年攒下的命根子。家没了可以再买，可妹妹要是没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冰冰，你刚才在天台说撑不下去，姐的心都要碎了。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80万拿去，把债清了，把公司救回来。姐信你，你一定行。冰冰，签吧，你姐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我是你姐夫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这道坎儿咱们一起扛。我会还的，姐夫，我一定会还的，连本带利，我一定还给你们。傻丫头，谁要你还钱？姐，只要你活出个人样来。姐夫，这笔钱是你们的命，也是我的命，我会还的，连本带利，我一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傻丫头，瞎发什么誓？这钱借给你，是为了让你活命的，不是为了让你背债的。姐不要你还钱，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，活出个人样来，给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看看。冰冰，你姐说的对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家里永远有你一口热饭。这个货先发。姐，咱们不用再挤在30平米里了，我终于可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现在倒是一个个都想来攀关系了。姐夫，我给你们买了新房子，就在市中心，很大，推开窗就能看到江。搬来和我一起住吧。这5年，我做梦都想带你们离开这儿，我想让你们过上真正的生活。这里太小了，你们为了我挤了这么久，该享福了。冰冰，你有这份心，姐比住大房子都高兴。但这钥匙你拿回去，这是你的家，我们的家在这儿，住了这么多年，早就习惯了。姐，这儿连阳光都照不远，换个环境对小树也好啊。还有公司那边，我想让你去帮我，职位你随便挑。你瞧姐这手，是拿扫把和扫马枪的。姐没文化，去了公司也只能给你添乱，到时候别人背后说你闲话，姐心里更过不去。白总，确定要给白灵女士25%的干股吗？而且协议生效日期要追溯到公司注册那天。确定，如果没有她，根本不会有这家公司。这件事暂时不要让她知道，
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亲自告诉他。我说了，我是你们白总的亲属，叫白冰，给我出来！怎么着？发达了，连祖宗都不认了？先生，没有预约真的不能进。预约个屁！冰冰现在出息了，可不能忘了本了。当初要不是我们劝他早点嫁人，急了他那股子气，他能有今天，那是我们老白家的福气。就是姐，我也不挑，你给我安排个经理当当就行，自家人用着放心。冰冰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得出来接你亲属。三叔，这里是公司。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一堂的工作你得管。通知保安，请他们离开，以后不许这类人踏入公司一步。白冰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伤良心啊！你以为你有2个头衔就了不起了？没有我们这些亲戚，你早不早在那儿烂着了？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？嚣张几时？白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创业女神，当了大老总就不认亲属不了。你忘了当年是谁要把你安排个好人家了？当年就该让陈家把你娶了，让你在地里干一辈子活，看你现在能不能在这儿做大人物。大家都散了吧，不要聚集在这里影响秩序。冰冰，那些人是不是又来骚扰你了？我在楼下看见那老混蛋在这撒泼呢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能处理，你别跟着操心。处理什么？你那叫处理吗？你就是太给他们脸了。姐，那些人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狼，你跟他们讲什么道理，讲什么法律，他们懂这些吗？你在这坐着，我看今天谁敢动我妹。我看谁敢！今天谁再敢来找冰冰的麻烦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贝丽儿，你疯了！我们是他长辈，长辈，亏你们说得出口。他欠你们的吗？当年老家发大水，他爸妈刚走，你们就要卖了他换彩礼，那时候你们在哪儿？这不是为了好个屁！现在看他有钱了，一个个舔着脸来认亲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冰冰不欠任何人，他今天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拿命拼回来的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我跟你们拼命！姐，无论我走多远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永远不是孤儿。白总，这么晚了还没忙完，门口有位女士说找您，说是您亲姐姐。你让她直接上来。好的。我就猜你没吃饭，忙起来不要命啦。韭菜鸡蛋饺子，你最爱吃的，趁热。刚出锅我就赶过来了。姐，还是你包的饺子最香。姐，明天公司就上市了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啊，不了，我去干什么呀？看电视上那些都是大人物，我一个超市收银的在那儿多怪紧张的，别给你丢了人。谁说你是超市收银的？你是股东啊，占咱们公司25%股份的大股东。你这孩子当了大老总，心眼儿也变坏了，又拿你姐开涮逗我。姐，我没逗你。行了，25%，那得多少钱？姐懂，你是想哄我开心。快忙吧，忙完早点睡。冰冰，姐不图你回报什么，不管是这大公司还是你说的什么股份，姐就图你以后能平平安安的、开开心心的，别再像小时候那样受委屈，这就够了。我知道，姐。还有，你这岁数也不小了，别总把心思扑在账本上，听姐的，找个真心疼你的人，别总是一个人扛着，姐看着心疼。姐，明天就要上市了，这时候提这个干什么？等公司以后彻底稳定了再说。你这孩子性子跟你爸一模一样。行了，姐走了，明天你别紧张。涨了！开盘即爆涨，市值突破50亿了，白冰创造了跨境电商的神话。白总，您的公司当日市值已突破50亿，作为当年的寒门孤儿，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白总，传闻您是本年度最大商界黑马，从孤女到亿万总裁，您的创业动力是什么？我的动力，我只是想给那个在30平米漏风房子里给我一张床的女人一个交代。白总，今晚的庆功宴各大投行都会参加，您作为主角，帮我全部推掉。白总，这可是和投资人打交道的好机会。
今晚我有更重要的约会。冰冰，我还以为你今晚回不来了，电视里到处都是你的新闻。那是，咱们家冰冰现在可是名人了。来，恭喜我们身价50亿的白总。姐夫，什么白总？在那儿我是白总，回了这儿，我永远是你们的冰冰。姐，姐夫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上市礼物。这不合适，冰冰，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，给我们买这个干什么？新房子就在我住的小区，同一栋楼，只是楼层不一样。姐，这次你绝对不许拒绝，就当是帮我好吗？你也知道，那大平层太大了，我一个人住着冷冷清清的，有时候半夜醒来都觉得害怕。你们住得近，我心里才踏实。好儿之好。哎，你客气，姐夫。姐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姐夫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白冰早在那场大水里就没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快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搬家后，姐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。苏沫升了职，她也换了个清闲的工作，终于有时间跳跳舞，享受生活了。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找白总，我是他姐。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有事在电话里说一声，我开车去接你啊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冰冰，你忙吗？要不你先忙，我等会儿。不忙，姐，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个成绩下来了，小树考上 MIT 了。真的 ？MIT 那是世界名校啊，太棒了！我就知道小树这孩子争气，这可是咱们白家的大喜事。是啊，争气。姐，小树考上这么好的学校，你怎么瞧着不高兴啊？可是那是国际生，学费太贵了，还有在那边租房、生活费，我和你姐夫昨晚算了一宿，一年差不多要15万美元，那可是美金啊，折成咱们的钱，一年得100万。姐，我当是什么事儿？小树出国是大事儿，你缺多少？我现在就让人转给你。不，冰冰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要你给，我是想借。冰冰，姐知道你现在不容易，看着风光，可姐知道你现在不容易，看着风光，可公司刚上市，到处都要用钱。我就借15万美元，等小树以后毕业工作了，他一定会还给你的。15年了，这15年里，他为我挡住所有风雨，从没说过一个钱字。他是我妹，我供他，家没了可以再买，妹妹没了就真没了，不要你还。姐，你当初救我命的时候说的是一家人，现在小树要上学，你却对我小心翼翼的说借，那不一样。那时候你是我妹，现在你是个大老板，不能总是拖累你。姐，你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等我一下。冰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借条，我刚才在心里都拟好了，我现在就能签。姐，你先打开看看。股权，公司25%的股份。这日期怎么会是？18年前的今天，是你打开门把我拉进那个30平米小家的日子。从公司注册的那一秒起，这股份就在你名下。姐，你不是借，你是拿你自己的钱。这些年你一直没领分红，我都帮你存在账上。这
这么多，冰冰这不行，这太多了。我就是个收银的，我不懂公司，我不能要，我真的不能要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抵押了唯一的方房，凑出那80万，公司早就在那个雨天破产了。如果没有你当年在楼下把我拉进那个30平方，我白冰现在可能还在老家被三叔卖给陈家换彩礼。外面的人都叫我创始人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你才不是什么创始人之一。姐，你是唯一的创始人，没有你白灵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公司。真的很感谢，这份钱你拿得顶天立地。可是冰冰这太多了，姐受不起。当年把你带回家，姐真的没想过要什么回报。我就是不能看着你一个女娃子无家可归被他们给糟蹋了。我知道姐，我全都知道。所以你才值得这一切。你给了我一个家，现在我只是还你一个交代。你值得这世上所有最好的东西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小树的学费、生活费直接从你的分红里扣，那点钱对现在的你来说连零头都算不上，扣不完的我都让人打进你卡里了。咱们给小树攒着，以后娶媳妇儿买房都得靠你这个大股东撑腰呢。姐，18年前是你护着我，从今天起，换我保护你了。18年，一个轮回。当年那个30平米的小家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，爱从未离开，它只是在等待，等待长成这参天大树，为当初那个在暴雨中为我开门的人遮风挡雨。冰冰，当初我拉你进家门的时候，真的没想过什么股份，也没想过你会变得这么有钱。我那时候就想着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淋雨。现在回头看看，那30平方竟然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，也是最成功的一笔投资。姐，那不是投资，那是救命。对于我来说，那30平米不是房子，是全世界。而你和姐夫才是我这一生最珍贵、最无可替代的获得。爱从来不是计算给予与回报的数学题，它是洪水退去后有人对你伸出的手，是30平方米里硬挤出来的一个角落，是人生至暗时刻有人抵押全部未来换你一线光明。冰冰，快进来，别淋坏了，进来吧，这就是你家。姐，卡里是今年的分红，小树去 MIT 4年的学费、生活费都在里面，多出来的部分够你在波士顿给他买套地段不错的小公寓。不行，冰冰，你给的股份已经太多了，这分红我哪能拿这么多？学费的事儿我们自己再想想办法。姐，你要是不收，我现在就给财务打电话，让他把这18年攒下的分红一次性全打到你账上，到时候银行天天给你打电话，非得把你吓死不可。你这孩子现在学会吓唬姐了，真是被你缠得没办法，以后可不许再拿这个吓唬我了。姐，这不是吓唬你，是想让你好好收下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。你姐决定了，我支持。除了姐姐，还有一个人我欠的太多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老地方，还是当年那个能说心里话的角落，这一次换我为你们撑起一片天。老地方，以前苏沫为了等我下班，怕打扰我办公，总会在这里点一壶最便宜的茶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姐夫，冰冰来了，你姐昨晚都跟我说了，股份的事儿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们真的不能要。为什么，姐夫？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冰冰，当年我和你姐把你接回家，是因为你是玲玲的亲妹妹，是我们唯一的家人，
我们是为了让你有个依靠，不是为了今天拿什么投资回报。我知道，但我更清楚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姐可能也撑不住。那些年，咱们挤在30平米的小房子里，你为了让我能安心复读，在窄小的沙发上睡了3年，为了给我凑学费，你把最爱的游戏机都卖了，还天天熬夜接私活，却从来没有一句抱怨。我常想，要是当时你哪怕露出一丝不耐烦，或是半句不愿意，我当初根本没脸安心留在那个家里。冰冰，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全部。你姐打小就重情义，她把你看得比她的命还重。可这对你不公平，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却什么都不肯拿。傻丫头，爱里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，只有心甘情愿。看着你现在出人头地，过得这么好，我觉得当年受的那点累，一切都值了。真的，这比拿什么股份都让我心里舒坦。姐夫，这份是给你的。公司5%的技术股已经公证过了。5%？冰冰，这股份你姐刚跟我说了，这开什么玩笑？我不能要。这不是玩笑，当年公司网站的第1个版本是你连着熬了7个通宵，在那间30平米的小屋子里，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敲出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时候家里就那条件，你是我妹，我帮个小忙，哪能算什么技术股啊？姐夫，那个小忙让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拿到了第1笔天使投资，没有那个版本，公司活不到今天。在法律上，你不仅是我的姐夫，更是公司事实上的第1个技术官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冰冰，你姐和我把你拉进门，真的不是为了这些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允许我最亲的人受了累却拿不到该拿的1分钱。还有，我想正式聘请你做公司的技术顾问，不用坐班，远程指导就行，年薪和分红另算。我现在这活干得挺好。姐夫就当是帮我，公司上市了，外面的人我信不过，我需要一个在技术上能帮我把关的自家人。小树要去美国了，你和姐也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你以前常说，等攒够了钱，要带我姐去环球旅行，记得吗？现在你有时间了，也有钱了，这个字你得签，不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我姐和小树。你这丫头真是长大了。玲玲知道吗？你给她股份，她那个性子，怕是昨晚没少跟你闹吧？闹了，差点没把卡甩到我脸上。不过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聘书，聘请他当我的特别顾问。特别顾问？他能给你顾什么问？主要工作是全天候监督我按时吃饭、准时睡觉。谁要是敢给我安排夜班，他就得负责帮我骂回去。不过啊，他那份年薪我定的比较低，就怕定高了，他又嫌钱多，觉得是在施舍，不肯要。你们姐妹俩啊，真是一模一样，一个比一个倔，主意比谁都大。随根儿，姐夫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以茶代酒，谢谢姐夫，谢谢你这18年为这个家做的一切。一家人不说谢。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用18年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爱屋及乌。得了吧，大总裁，就你这拿惯了金字币的手，还是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了，赶紧出去歇着吧，剩下的交给我，别一会儿把这千万级的豪宅给点了火。小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家做的一切。傻孩子，跟我谢什么？能考上 MIT， 那是你自己争气，是咱们白家的荣耀。到了 MIT， 打算选什么专业？想好了吗？计算机和人工智能。我想像小姨一样，以后用技术去改变世界，让更多像咱们家以前那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有志气，咱们家小树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。不过小姨得叮嘱你一句，到了那边千万别学我这么拼命，梦想重要，但身体才是本钱，记住了吗？姐夫，趁着今天小树考上名校，我也正式宣布2件事。第一，公司25%的股份已经在姐的名下。第二，姐夫正式受聘为公司的技术顾问，年薪和分红按点结算。冰冰，这事儿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那股份我真的不能要，这不成了占你便宜了吗？妈，收下吧。小树，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那是你小姨拿命拼回来的钱。妈，小姨说的对，
这是你们应得的。这些年我亲眼看着小姨是怎么拼命才有了今天，也看着你和爸是怎么把咱家唯一的房子抵押出去支持她的。这股份不是施舍，是回报。如果您不收，小姨这辈子心里都不会安稳。但是小姨，我只有一个请求。你说，只要小姨能办到。我去美国，想先凭自己的本事申请奖学金，如果实在申请不到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再动用分红里的钱。而且每一分钱，我都要签借条。等我毕业前，等我毕业工作了，我一定一分不少的还给您。小叔，你跟小姨还分得这么清？妈，这是你和爸教我的，人要有志气。小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那都是她的血汗钱。我长大了，不能理所当然的趴在她身上吸血。好，小叔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既然你想凭自己的本事闯，小姨不拦着。但是记住，家永远是你的后盾，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都有小姨和你爸妈给你顶着。但你得答应小姨一件事儿，在国外不比在家里。如果真的遇到了你解决不了的难处，或者需要任何形式的帮助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开口告诉小姨，好吗？千万别一个人扛着。我记住了，小姨。小姨，其实有一件事儿，我爸我妈这些年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还搞得这么神秘？我知道，我爸当年为了给你凑齐那笔大学学费，和我妈一起背着你把攒了10几年的所有珍藏版游戏卡吊都给卖了。从来没说过，我一直以为是他卖了游戏机，他竟然连卡带也……我爸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做了什么从来不挂在嘴边，就知道闷头干。我记得那些卡带每一张都是他的命根子。我爸就是这样，不管受多大委屈，做了多大牺牲，他一个字都不会说。但没关系，小姨，我都记得，所以我才要更努力。我要在 MIT 拿出最好的成绩。等我工作了，我让他们以后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，把他们当年牺牲掉的、失去的，全都给他们挣回来。爱是这样传递的，一代人默默付出，另一代人铭记于心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回报、延续。哎，先生，你们预约不能进去，保安！北边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以为当了大老总就能躲着不见亲戚。今天他要是不出来给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，就在他公司吃住。瞧瞧这装修得花多少钱啊！这北冰发达了，连亲叔辈都不认了，伤良心啊！北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当年要不是我们老北家省吃俭用供你爸读书，能有你爹？没你爹哪来的你？白总，前台快拦不住了，他们人……白总，前台快拦不住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还有不少老人家。报警！白总，这毕竟是您的亲戚，要是真闹到警察局，传出去对公司上市的形象可能不太好。按我说的做。是，我马上打。另外，让保安把现场控制住，把员工都护到后区去，别让他们伤到公司员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拦我？叫北冰出来！我是他亲三叔。先生，您真的没有预约？三叔找我。北冰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现在出息了，翅膀硬了，住大平顶开大公司，就不认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吧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我认亲戚，但只认有情有义的亲戚。三叔，当年你攥着那88000块钱要把我卖给陈家换彩礼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亲戚？你说啊！那还不都是为你好？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早点嫁人安定下来，这辈子不就有依靠啦？所以我还得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在我父母尸骨未寒、头七还没过的时候就要把我卖了。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那时候大家日子都难，现在你发达了，手指缝里随便露点儿，就够我们老家一大家子吃一辈子的。就是啊，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样，你堂哥想去你公司当个经理，自家人管账，你放心。你堂弟刚毕业没活干，也给安排个好差事。还有你三婶家那个侄子。三叔，我的公司凭本事进，你想让我安排他们？好啊，那大家当面算算。堂哥，初中学历，连基本的合同都看不懂。堂弟，大学期间挂科7门，连毕业证都没拿到。还有三婶那个侄子，档案里写的清清楚楚，有诈骗前科。您觉得我的公司是废品收购站吗？他们能胜任什么职位？北冰，你别太过分，说破大天去，我们也是你的亲属不？是你的长辈，你在这儿当众下我们的脸，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？张北，张北也要有张北的样子。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闯，你们除了变着法子想从我身上索取，还为我做过什么？倒是姐，
在我无家可归时，是他把我拉进那30平米的小屋收留我，在我创业快死掉的房子救我，逼着嫁人换彩礼的时候，他像堵墙一样挡在我前面，替我扛下所有压力。可你们得寸进尺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公司不养闲人，不搞特殊，谁要再闹，我直接报警。他才是我的家人。屁话，她不过是个堂姐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就是个外人，我们才姓白。在我这里，他是我亲戚，你们才是外人。保安，请他们出去。是。以后这些人再敢进公司半步，直接报警，不用跟我汇报。白冰，你个白眼狼，你不得好死！有钱了就不认祖宗了，老百姓都出了你这么个上良心的会。我看你的小糟到急死，迟早有你破产要饭的那天。冰冰，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苏沫在网上听人说老家那些不要脸的来公司闹事了，他不放心，赶紧让我过来看看你。对不起，冰冰，又是这些烂事儿，又让你为难了。姐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这些麻烦都是冲着我来的。要不是因为我当了这个白总，他们也不会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。姐，你刚才看见了，我连门都没让他们进，还叫了保安和警察。你说我是不是变得太狠心了？不，冰冰，你做得对，这不叫狠心，这叫是非分明。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你心软，你越是退步，他们就越是觉得你好欺负，会把你骨头渣子都榨干。行了，这儿交给法务和警察处理。走，跟姐回家，别看了，越看心里越堵。放点辣椒才有劲儿。冰冰也爱吃辣。冰冰今天胃不舒服，吃什么辣？听我的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家，从来不是靠血脉维持的。家，是那些在寒冬腊月里永远愿意为你煮上一碗热汤的人。白总，你看看现在的股价，这篇文章在网上已经转了几十万次了。更严重的是，文章里还在影射你跟我们投资人的关系。我已经让法务部收集证据，准备起诉那个带头造谣的营销号和幕后推手。我已经让法务部收集了那个带头造谣的营销号和幕后推手的证据。证据？白总流程要走多久？半年还是更久？现在的公关危机该怎么处理？每一秒钟蒸发的都是真金白银。姐，冰冰，看新闻了吗？那些人，那些畜生怎么能这么写你？冰冰，你别怕，姐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等着，姐不会让他们这么作践你的。姐，我能处理。玲玲，别急，咱们去把真相告诉大家。现在的舆论已经失控了。你要是处理不了家务事，就别拖着公司一起死。姐，我正开会，等会儿给你回过去。冰冰，看新闻，快看本地新闻！姐，现在公司乱成一团，那些谣言我会处理的。看本地新闻，看那个直播链接，就现在！大家快看，这就是那位被女总裁弃养的亲戚口中的外人，我们听听他怎么说。我是白灵，我是白冰的堂姐，也是那篇所谓的爆料文章里提到的那个拿了好处就跑的外人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面对所有人，关于白冰，关于那些所谓的恩情，我有话要说。18年前，我妹妹白冰的父母在洪水中去世，她成了孤儿。那时候，这些所谓的亲戚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商量怎么把她给嫁出去。脸，走，赶紧走，这疯婆子要坏死。是我把她接回我家，30平米的婚房，挤着我们3个人住了3年。这3年，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疼她的长辈，有一个人问过她过得好不好吗？那是你们自家人的事，我们哪好插手啊？
现在你们倒是好插手了。当初他创业失败要自杀的时候，是我背着债抵押了唯一的房子给他凑钱。那时候，你们这些亲戚又在哪儿？是忙着躲债，还是忙着看笑话？现在他成功了，成了大总裁了，你们一个个跳出来了，要工作，要钱，要股份，凭什么？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，白冰不欠任何人的。他今天的一切是他自己拿命拼来的，谁再敢污蔑他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是白冰的姐夫苏沫。刚才我爱人提到的婚房抵押，那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决定。当年我们一无所有，但我们从未后悔救过这个妹妹。白冰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这些陪她熬过苦日子的人最清楚。至于那些在网上造谣、躲在阴影里泼脏水的人，请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你们配做她的亲戚吗？白总，反转了，舆论全反转了。刚才这3分钟，咱们公司的股价已经止跌，现在开始大幅度回升了。通知法务把刚才直播的证据全部固化，另外联系所有主流媒体，我要在公司大堂召开正式记者会。现在吗，白总？要不要先写个通稿？就现在，我要亲手把这些烂人送进他们该去的地方。白总，对于网上指责您弃养亲戚、靠不正当关系上位的传闻，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有人说您为了金钱不认祖宗，这是否会影响公司形象？今天我不作为公司 CEO 发言，而是作为白冰，一个曾被亲人抛弃又被家人拯救的普通人发言。这张照片是18年前的邻居无意中拍下的。这个女孩当时刚满18岁，父母在洪水中去世，她瞬间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就在那一晚，他那些血脉相连的亲戚正在老家的废墟旁商量，怎么把这个刚刚失去父母的女孩给嫁出去。是这个女人，我的堂姐白灵。在那一晚，她打开门，把我拉进了她只有30平米的婚房。她当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进来吧，这就是你家。”这一住就是3年。她和姐夫苏沫，一对刚刚结婚半年的新婚夫妻，为了给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妹妹腾出一张床，在那张短了一截的破沙发上硬生生睡了3年。这里面是只有30平米的空间，是我们3个人挤在阳台改的厨房做饭，是姐夫为了省钱卖掉心爱的游戏机。这些才是我的家人，他们跟我没有所谓的利益交换，没有血缘里的算计，虽然没有法律上的血缘，但他们比任何亲戚都亲。至于那些自称是我亲戚，指责我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想请你们先看看，我从创业的第一天起，就把公司25%的股份记在了我姐名下，5%记在我姐夫名下。这份文件是在我还没赚到1分钱的时候就签下的。我白冰这辈子不欠老白家1粒米，但我姐全家的恩情，我刻在了公司的命脉里。这就是我的回答。18年前就给出了25%的股份，这身价得有10几亿了吧？今天反转，白总并非忘恩负义，而是报恩到了极致。真相已经大白。至于这段时间那些对我进行造谣重伤、诋毁我和私人关系的营销号和个人，我会保留。公司已经收集了全部证据，我们将不计代价追究其法律责任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每一个为了流量而吃人血馒头的人，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。姐，冰冰，你太冲动了，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，怎么能把股份的事说出去？那是你的底气，是你拿命拼出来的公司啊！姐，我早就想公布了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白冰不是什么孤儿，我有最好的姐姐，最好的姐夫，你们才是我白冰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傻丫头，你才是我们的骄傲。白总，风波彻底平挂了，原作者公开道歉，承认受人指使，不仅回升，还创了新高。投资人们都说，一个重情重义、懂得感恩的企业家，才值得长期信任，才值得长期信任。白灵姐，谢谢你让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样无私的爱。
我也是被姑姑带大的，你的故事让我哭了一整晚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。白灵姐，你是我见过最棒的、最勇敢的姐姐。姐，这些是你该得的荣光。冰冰，你看看这一封，还有这一封。原来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人，跟咱们当年一样，受过这么多苦。姐，你站出来说的那些话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你成了很多人的光。不是你，冰冰是因为你自己争气撑到了今天，你才成了那些女孩子心里唯一的希望。冰冰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你想过去打听一下，找找你亲生父母吗？不找，我是弃婴。当年爸妈在福利院门口捡到我的时候，我才3个月大。我有爸妈，虽然他们不在了，但我还有你和姐夫。虽然咱们没有血缘，但这真的已经足够了。对，足够了。是啊，足够了。血缘或许决定我们从哪里来，但爱决定我们是谁，以及和谁成为家人。白总，您歇会儿，这几天一直在处理危机公关，辛苦了。喂，是北冰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你三婶儿。别管，冰冰，求求你别管，我有话要说，求你了。三婶，如果还是为了那点股份或者你家那几个亲戚免谈。不是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这倒是稀奇。网上那篇骂你的文章是你三叔找人写的，他就是个畜生，他鬼迷心窍，想把你的名声搞惨，想逼你就范。他觉得只要你怕了，就得乖乖把股份和钱交出。所以呢？我知道之后跟他大吵了一架。我虽然没本事，但我也知道什么是恩，什么是仇。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我已经搬回娘家了。冰冰，你听三婶一句话，三婶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，真不是来求你原谅的。我知道我们这些人做的事不配求你原谅。既然不求原谅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压在我心里几10年的秘密。当年你爸妈出事后的葬礼，我们老白家这些亲戚没去，不是因为绝情不想去，是因为没脸去没脸去。三婶儿，你把话说明白，什么意思？说明白什么意思？你爸也就是你养父，他其实救过你三叔的命啊，也是在那年发大水，你三叔被洪水卷跑了，是你爸眼都不眨就跳进河里，拼了老命把他拉上来的。可你爸自己他在水里泡得太久，体力不支，差点就没上来。后来你三叔活下来了，可你爸打雷以后就落下了严重的病根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他那副理直气壮的恶毒背后藏着的是这么肮脏的愧疚。你三叔那个性子，他一直觉得你爸走得那么早，就是跟那次跳水救他落下的病根有关，他心里愧疚。可他那样的人，哪敢当面认错？后来你不敢面对，他就只能对你爸妈疏远。他看着你，更觉得没脸见你。可他那个人啊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硬是放不下那点可怜的自尊。他就想着用长辈的身份压你，想方设法的占你便宜，好像只要他把你踩在脚底下，只要他还能对你好5或6，就能证明他不欠你们家的，证明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亲叔叔。冰冰，三婶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，今天凭着这张老脸就求你一件事。你三叔是混蛋，但我那两个儿子，你堂哥堂弟他们虽然混，但当年的事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是无辜的。你要是真恨，就恨我们这些老不死的，别把账算在孩子身上。求你了，三婶，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。冰冰，你原谅我们了。我不恨你们，因为恨一个人真的太累了。你们不值得我再耗费哪怕一点点力气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过我的，两不相欠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冰冰，你三叔他虽然混蛋，但他现在成天躲在屋里不敢见人，他其实也知道自己造孽。另外，三婶儿，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你说，真正的愧疚不是逼着你讨厌的人非得原谅你，更不是用所谓的长辈身份来掩盖自卑，真正的解脱是放过彼此，各自安好。
原来那些恶意背后藏着的是深深的愧疚和自卑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欠恩人的，就只能通过打压和贬低恩人的后代来获得平衡。人性竟然可以扭曲到这种地步。原来每个人都有无法言说的伤痛和不堪，只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了。我们能做的只有向前走，不回头。白总，刚才那几个投资商还想请您，全推了。今天我没时间应酬。是有什么重要的客户吗？不，是有更重要的人在等我回家。过去的事追不回来也就算了，没必要再去纠结那些恶意的来源。而未来还长，总归是值得期待的。其实人这一辈子在这闹市里拼了命的往上爬，到底图个什么呢？只要这当下有热腾腾的饺子，还有那个永远在家里等着我的人，回来啦！真的已经足够了。爸妈，小姨，你们别都摆出这副表情啊！我是去 MIT 读书，又不是上战场，放轻松点。到了美国马上就给家里报平安，听见没？在那边别嫌麻烦，必须每天跟家里视频，不许熬夜，吃饭一定要准时。要是在那边钱不够花了，千万别憋着，马上跟妈说。妈，我都18岁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好了，我都记住了。第一，每天视频；第二，按时吃饭；第三，好好学习；第四，绝对不谈恋爱。谈恋爱倒是可以，毕竟大学了，不过得长点眼光，找个像你妈和你小姨这样有情有义的好姑娘。爸，说哪儿去了？乘坐 CA939次航班前往巴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停止登机了，请您抓紧时间由60号登机口登机。小姨，谢谢。等我回来。妈，爸，小姨，我会想你们的，每天都会想。臭小子，快走吧，别在大庭广众下肉麻了，赶紧进去。小树，我们等你回来。竹英长大了，总归是要远行的，而我们这些大人拼了命在这世上扎根撑伞，也不过是想站在原地守着，好让他们知道，无论飞多远，家永远在那儿。姐姐，你安心睡吧。姐姐，你安心睡吧。还有小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爸妈，为咱们这个家做的一切。你等我学成归来，换我保护你们。好，我们全家都等你。白总，您姐姐看起来累坏了，这几天我看她跑前跑后的，比您这个大老总还忙活。他这辈子确实操了太多心，这种亲情真让人羡慕。现在大家族为了利益闹掰的太多，您和您姐姐这样的少见的很。一家人本就该这样，有他在，有这份牵挂在就够了。生命大概就是这样，看着一代人老去，一代人成长。那些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即便自己瑟瑟发抖，也要为我们撑起一把伞的人，他们会老，会累，甚至会变得像孩子一样脆弱。而现在的我们终于有能力长成参天大树，我们终将成为他们余生里最坚实的依靠。这就是家族，不是血脉的简单延续，而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爱与责任，在岁月中永恒的传承。姐，还没到晚饭点呢，怎么一个人坐这发呆？没干啥，这房子太大了，小树一走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姐，你前几天把超市的工作辞了是对的，太辛苦了。但我看你现在这样闲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要不来公司帮我吧？
去你公司？不行不行，冰冰你又斗姐了。你那公司里出入的都是名牌大学生，我一个中专毕业在超市收银的大老粗，我能干啥？姐，谁说你不行？正好我们在筹备一个慈善基金会，现在正缺一个主事的负责人。负责人？冰冰，姐没文化，也不懂你们那些什么管理报表，我去当头，那不是给你丢脸，给公司添乱吗？姐，这个基金会不是为了作秀，是为了帮助像当年我一样的孤儿、失学的女学生。在这件事上，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人，你经历过那些苦，你知道那些女孩最需要什么。而且姐，你不是一直想帮助别人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白主任，这都12点了，您还不走？这财务审计报告您已经对了3遍了。这一笔笔资金都是给那些失学女娃救命用的，我不多看几遍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他们的学费怎么办？哪怕是1分钱，我也得给他们抠出来。小李，去把那份山区学校的考察报告再调出来，明天一早我要亲自跑一趟。这资源是国家和企业给女孩们的，谁敢挪用1分，我白灵就算告到省里也绝不罢休。林姐，这份助学金名单需要您签字。白主任，下周的偏远山区助学活动方案您看一下，流程还需要微调。一份份善意化作最动人的回响，藏在每一封真挚的感谢信里。那些默默的付出，终会收获最珍贵的认可，这才是她应有的样子。她不再是谁的姐姐，不再是谁的妻子，也不是谁的母亲，她只是白灵，一个独立、坚定，正在这世界里发光发热的女性。这一块的视频加载必须更平滑，山里的信号不稳定，咱们这个助学 APP 必须做到最低网速下也能让孩子们看清黑板上的字。明白了，苏总，资源下载模块我们也优化好了。我看你最近忙，给你炖了汤。还有你看你最近忙，给你炖了汤。还有你姐夫，我刚才去技术部找他，好家伙，理都不理我，带着那帮年轻人正鼓捣那个什么 APP 呢。姐，你这是来送饭的还是来告状的？你姐夫现在比我还忙，整天泡在研发室里，说是要把全省最好的老师都请到手机里去。以前他是为钱忙，现在倒好，为了那些孩子，连家都舍不得回了。那不是正好，你们俩现在一个管钱，一个管技术，忙起来免得回了家大眼瞪小眼的闹别扭。去你的！谁要跟他大眼瞪小眼？我是怕他那腰受不了。冰冰，要不我就在下面坐着吧，这么大的场面，我这心里直突突。姐，别怕，你现在是基金会的负责人，你是他们眼里的光。这台下坐着的都是咱们自家员工，这台下坐着的都是咱们自家员工。白总现在这么成功，全靠他姐当年的支持，可不是吗？这姐妹俩的感情可真好。算了吧，你就别想了，人家可是亲姐妹。今天我想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位特别嘉宾，这位是白灵，我的亲姐姐，也是我们公司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。很多人好奇我白冰当初是怎么活下来的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她，就没有18年前那个能在雨夜进门的白冰，没有她抵押黄房，就没有今天的白氏集团，更没有坐在这里的每一位。姐，别怕，姐，说两句。姐，别看下面的人，就看着我。我其实就是个普通人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中专毕业。在今天之前，我这辈子去过最高级的地方，也就是我工作的那个超市收银台。以前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守着30平米的房子，算着柴米油盐，拉扯大孩子，这就到头了。但冰冰让我知道，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光，只是有时候这束光被穷日子，被那些琐碎的生活给遮住了。谢谢冰冰，是你让我走出了那30平米，让我找到了白灵自己身上的那束光。也谢谢在座的每一位，是你们在前面拼命，才让我们的基金会有底气去跑遍大山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让更多像当年冰冰那样的女孩也有机会发光。
冰冰，你刚才在台上真威风，我看着你，总觉得这18年就像做了一场梦。那这梦是好梦吗？好梦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梦。冰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从那个只会按数字的超市新一员，变成了今天能站在台上去帮那些女娃子改变命运的人。不，姐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是你先把手伸出来，把我从那个绝望的深渊里拉出来的。如果没有那个30平米的家，就没有现在的白冰。姐，咱们俩扯平了。有些感情真的不需要言语，因为所有的感谢，所有的爱，所有的珍重，都已经在这漫长的18年岁月里，深深地长进了彼此的生命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冰冰，以前住在这儿的时候，总觉得这房子还挺宽敞，现在搬了家再回来瞧，真小啊！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挺宽敞的。这儿以前放了沙发，苏沫就圈在那儿，那边是床，咱们俩挤着。我这会儿真想不明白，当初我们3个人到底是怎么在这儿住下3年的。姐，那是因为那时候爱让这里的空间变大了。有多大？温柔却坚定的他，从未害怕。冰冰，我突然有个想法。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吧，不租给别人了，也不卖掉，咱们就这么一直留着。你想啊，以后等小树有了孩子，我们就带他来这儿坐坐。咱们得告诉他，这里是你小姨奶奶当年走投无路时的家，也是你爸爸长大的地方，得让他记住，咱们白家的人不能忘本。好主意，咱们把根留住，就让爱也有个地方可以回。哎呀，当初我就说这房子风水好得很呐，果不其然，你看这住过的人呐，你看这住过的人呐，一个比一个有出息。妈，这屋子现在看是真的小，我这一伸腿都能踢到柜子。臭小子，在外面喝了几天羊毛水就嫌家里窄了。当初你爸在那沙发上睡了3年，也没见他说起。其实刚才上来时，房东还跟我念叨说这房子风水好。姐夫，哪是风水好啊？是因为在这里住过的人懂得什么是家，什么是爱。姐，你说的对，只要心里记着这份情，无论咱们以后走多远，身价涨了多少，只要回到这儿，就能找到回来的路。饺子下锅喽！妈，小姨快过来！30平米，装不下金山银山，却装得下一个家族最赤诚的灵魂。妈，这沙发也太小了吧！我这还没躺平呢，脚就没地方放了。爸，我以前小记不清了，你当年在这儿到底是怎么睡了整整3年的？我现在一想象都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现在知道几啦？当年你小姨复读，这屋里就1张床，你爸为了让你小姨睡个安稳觉，在这破沙发上缩了3000多个小时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上了几年夜班，睡不好觉。所以啊，臭小子，你以后得对你爸好点，他那是为你小姨硬生生牺牲了3年的睡眠，脊椎到现在还偶尔犯病呢。那必须的，爸，您就是咱家的大功臣。爸，力度怎么样？您这一辈子的辛劳，儿子今天先给您收点利息。哎呦，轻点儿！你小子现在这手劲可不小，是想把你爸这把老骨头给拆了。小树，你爸那是心疼你小姨，你这按摩力度得加倍才行。哎呦哎呦，你还真打呀！爸，我是在帮你按摩呢。你这是按摩吗？你这是在打我吧？来，咱们干一杯！这一杯为了这30平米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。这声音像时光的回响，这回响是从18年前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传来的，它带着我们所有的爱，又向着无数个18年后传去。姐，
你看这屋子明明这么小，我今天却觉得比我那个500平的大平腾还要暖和。傻丫头，那是心定，心定了哪儿都大。在梦里，我回到了18岁，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不要我了。冰冰，快进来，别在外面淋着。进来吧，这就是你家。我奔向它，奔向我暗淡生命里第一束也是唯一一束光。进来吧，白冰，这就是你家。姐，在那一刻，我其实就知道，我再也不怕了。这一生，无论我走多远，无论我坐拥多少财富，哪怕世界再冷，只要想到18岁那天你给我留的那扇门，我就知道我白冰有家，我有根。那扇门后是30平方的家，和一个叫白灵的姐姐，用她那双瘦弱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整个世界。